台币暴升，川普除了关税，更想打货币战，让日本失落30年的广场协议会在台湾上演吗？想象一下，有一天$1只能换13块新台币，乍听之下，或许觉得台湾民众出国变便宜了，但对台湾整体经济会是福是祸呢？最近国际间传出一个惊人的话题，前美国总统川普除了祭出关税大招，可能还想打货币战，打造一个海湖庄园协议，来让盟友货币大幅升值。有媒体甚至渲染，美方的终极目标是让美元对新台币到1:13的程度，这听起来很夸张，难道真有其事？如果真的上演，会不会重演日本在广场协议后失落30年的惨痛经历？本影片将以轻松的方式带大家一步步探讨这背后的脉络，从川普的关税政策如何引发市场震荡，到传闻中的海湖庄园协议内容，再到台币剧烈升值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以及历史上广场协议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一起来拆解这场关税与汇率交织的剧本，看看台湾会面临什么挑战，又该如何应对。首先回顾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川普在2018年开始对多国商品加征高关税，打响了所谓的关税战。他瞄准的对象从钢铁、铝材到中国制造的各类产品，主张借此缩减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这些举措一出，全球市场立即感受到震荡，股市大跌，投资人信心受挫，美中贸易紧张升温。在川普宣布新一轮关税时，美国股市一度蒸发数兆美元市值，许多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开始担心关税可能推高物价，扰乱供应链。例如，美国有76家大型鞋业公司，包括 Nike、Adidas 等，联名上书白宫，恳求川普对鞋类产品高抬贵手，因为关税成本最终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让每双鞋都变贵。农产品出口商和农民也因中国报复性关税而叫苦连天，美国政府不得不拨款补贴受影响的农民。不过，美国内部对关税战的反应并非一面倒反对，也有不少制造业者和工人对川普的强硬做法表示支持，认为多年来廉价进口品侵蚀了美国就业，现在终于出手纠正。川普本人多次强调，关税让美国重获谈判筹码，即使引发短期阵痛，他依然乐见美元走弱，来刺激美国出口。值得注意的是，关税措施推出后，一些出口国的货币确实出现贬值，部分抵消了关税带来的影响。例如，川普政府第一任期对中国加税时，人民币汇率下跌，就帮助吸收了关税成本，使美国并未出现明显通胀压力。换言之，关税的压力实际上由出口国扛下了一部分。这种现象让人开始联想，货币在贸易博弈中扮演了潜在关键角色。如果关税不足以达成目的，川普团队会不会进一步祭出货币战的策略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称作海湖庄园协议的构想浮上台面。这名字源自川普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度假地，有点对标当年广场协议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的意味。那么，海湖庄园协议到底是什么？首先必须说明，目前它并不是已经签署的国际条约，而是一种蓝图式的概念。这个构想最早是由知名金融分析师佐坦·波扎尔在2024年中提出，随后经济学家史蒂芬·米兰在同年11月的一篇论文中引用并发展了这套想法。巧合的是，米兰后来被提名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使得这项海湖庄园协议构想更加引人关注。那这个协议构想的内容为何？简单说，它可以被视为广场协议的 2.0 版，核心有两大部分，一是让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以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提高出口竞争力；二是要求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国家，将手中的美债转换成超长期的100年期债券，而且可能是低利甚至零利的形式。听起来是不是很大胆？的确，波扎尔提出的这套方案，把美国提供给盟国的军事安全保障和国际金融体系挂钩，在美国保护伞下享安全的国家，要以经济让利作为回报。例如，用购买美国超长期国债来缴保护费，同时配合美方调整汇率。反之，欠配合的国家可能就被美国以关税围堵在外。由于川普经常在海湖庄园招待各国领袖，
人们不禁联想，如果他要推动这样的多边货币协议，也许地点就选在自己的庄园里。需要强调的是，截至目前2025年上半年，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仍停留在学者和顾问的讨论层面，并不是美国政府公开宣示的政策。川普本人其实从未公开谈论过这个协议，也没有直接说过要把美元对新台币拉到1比 13.3 这样的数字。那为何台湾社会上会有美国要逼台币升到10元的传闻呢？原来这源自台湾商业周刊的一篇封面报道，提到上述构想，推测川普的终极目标可能是新台币汇率 13.3 元。不过无论是商业周刊还是引用该文的媒体，标题用的其实都是问号形式，而非肯定陈述，只是在网络传播中有人断章取义，加上耸动措辞，才造成误解。所以海湖庄园协议目前仅是一种推想的剧本，但它反映出美国可能采取的策略趋势，也就是不仅打关税战，还可能诉诸货币战来重塑全球经济秩序。既然传闻中的协议把新台币汇率13元当作目标价位，我们不妨大胆假设，如果真有那么一天，1美元只值13元新台币，台湾会怎样？要讨论这问题，就先介绍一下刚才被提到的神秘数字 13.3 从何而来。其实13元左右的汇率恰恰来自《经济学人》杂志每年公布的大麦克指数 Big Mac Index。 大麦克指数是一种有趣的购买力评价参考指标，透过比较各国麦当劳、大麦克汉堡的价格来推算合理汇率。举例来说，如果美国一个大麦克卖 5.69 美元，而台湾卖81元新台币，那么根据购买力评价计算出的隐含汇率应该是81除以 5.69， 约等于 14.23 元新台币换1美元。然而今年4月，实际市场汇率约在1比32左右，远高于14。换算下来，新台币被低估的幅度接近6%。商业周刊引用1月的大麦克指数数据，称新台币被低估了将近 59%， 在全球54个调查货币中排名最被低估，也就是榜尾。这意味着按照这个指标，新台币的公平汇率理论上应该在13元上下。难怪有人戏称台湾简直是海湖庄园协议的梦幻客户，因为美国若想挑战某国货币低估，新台币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不过我们也要知道，大麦克指数仅是简单参考，并非精确科学，毕竟各国物价有各自的结构。大麦克汉堡在台湾卖的便宜，可能也和饮食习惯、成本构成等因素有关。即便如此，13元台币换1美元的情境对台湾经济影响之巨大，仍值得我们深入想象。一旦台币突然从30多元狂升到10几元，台湾的出口将首当其冲受到打击。台湾以出口导向闻名，电子零组件、半导体、机械设备等产品常年在国际市场具有价格竞争力，但那是建立在相对稳定适中的汇率上。如果新台币一夜之间升值50%以上，台湾出口商品在国外的价格等于同步涨价50%，国际买家还会愿意下单吗？恐怕订单要大减，市占率拱手让人。更现实的是，很多出口企业可能瞬间从获利变成亏损。有业者透露，新台币只要升值2元，公司利润就会被吃掉殆尽。那升值20元呢？情况简直难以想象。一位台湾电子零组件厂商高管受访时就形容，目前台湾出口业者已经面临高关税与高汇率的双重加杀，传统的机械、化工、纺织等产业首当其冲，微薄的获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当汇率剧烈波动时，出口商若没有及时避险，每一批货款结汇都有可能产生巨额损失。有厂商举例，一个货柜的产品出口值动辄几万美元，汇率抓不准，可能一个货柜就赔上10多万台币。因此近期新台币升值压力一来，不少出口商天天紧盯汇率跳动，直呼这样根本不敢接单做生意。除了企业盈亏，台币暴升还会带来其他连锁效应。首先是金融市场波动，台湾央行持有巨额外汇存底，多数是美元资产，台币升值会使这些资产的台币计价价值缩水，形成账面损失。寿险业等大量持有海外投资的业者，汇兑损失也会迅速恶化。另一方面，台币大升值可能使进口物价下降，表面看有利于压低通胀，
消费者买进口商品比较便宜。然而，如果出口凋敝，产业外移，失业增加，内需经济也难独善其身，甚至可能出现景气衰退压力。总之，剧烈升值对以出口为命脉的台湾而言，绝非福音。难怪有专家看到台币13元的说法时惊呼，若美方真强求这种程度的升值，不光台湾撑不住，美国自己恐怕经济也会出问题。毕竟美金如此贬值，美元霸权地位都可能不保。可见台币狂升13元，这种情境更像是一种警示性的极端假设，用来提醒大家思考，汇率不是儿戏，动辄牵一发而动全身。说到汇率剧烈升值所带来的冲击，历史上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很多人或许听过日本的失落的10年或失落30年，其开端往往就追溯到这场协议。我们不妨重温这段历史，看它能带来哪些启示。广场协议是在1985年9月22日，由美、日、西德、法、英等5大工业国 G5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的一项联合干预汇市协议。当时的背景是，美国在80年代初出现巨额贸易逆差，而美元汇率又非常强势，让美国制造业苦不堪言。为了矫正这种失衡， G5 决定联手打压美元，推升盟国货币的价值。协议约定各国采取行动，让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等货币贬值。不久之后，外汇市场果然出现剧烈变化，美元大幅走贬，在协议后的2年内，对主要货币贬值了将近 25%， 其中日元的升值尤为显著。协议签署时，1美元约兑换240日元，到了1987年左右，1美元只约能兑120日元。换句话说，短短几年内，日元币值翻了1倍。对日本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出口产业的大地震。日元急剧升值的直接后果是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竞争力受到重创，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变得昂贵，许多制造商利润骤减，经济增长一度放缓。为了避免经济硬着陆，日本政府和央行祭出强力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内需，利率被调低，大量资金涌向国内股市和房地产。结果，日本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惊人的资产泡沫，地价和股价直线上升，全民疯狂炒地炒股。然而泡沫终究是泡沫。1990年前后，日本股市和房市双双崩盘，随之而来的是银行呆账、企业倒闭和信心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整整一个世代都难以恢复高速增长。90年代被称为日本的失落的10年，而之后通货紧缩和停滞的阴霾一直持续到2000年代，因而又有失落的20年、30年之说。当然，导致日本长期停滞的因素很多，比如泡沫破灭后政策应对不当等，但广场协议触发的汇率巨变无疑是引爆一连串多米诺骨牌的重要起点。对日本来说，广场协议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国际压力下让出汇率利益，减少对美顺差，短期内缓解了日美贸易摩擦，某种程度赢得了美国的友谊。但另一方面，日本经济从此结构性转变，出口优势下降，转而更加依赖内需和对外投资。事实上，日元升值后，日本厂商为维持竞争力，纷纷将生产基地外移到东南亚等地，导致本国产业空洞化加剧。可以说，日本用经济停滞的代价换来了美日关系的一段相对平稳期。这样的教训令人深思，汇率政策若受制于外力，经济主权等于拱手让人，长远来看相当危险。现在回头看传闻中的海湖庄园协议，不难发现它和广场协议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由美国主导，要求他国货币升值来平衡贸易。但是如果真有海湖协议，它的套路恐怕比广场协议更硬核，涉及范围更广。美国的战略盘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首先，在目标对象上，广场协议针对的是日德等少数几个特定经济体，而川普阵营考虑的海湖协议瞄准的对象可能更广，包括像台湾、南韩、日本甚至欧洲盟友，只要对美有巨大顺差，又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都在名单上。美国意图非常明确，把盟友和敌人在经济上区分开来。在美国安全保护伞下的朋友要听话分享经济利益，而非我族类的对手就准备吃关税大棒。
川普政府曾公开表示，希望盟友承担更多安全成本，例如他执政时一再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支出。如今这理念延伸到经济领域，就是要求盟友在汇率和债务上也做出让步。其次，在手段结合上，海湖协议比广场协议多了一招以债务换安全的棋。广场协议纯粹是货币协调，而海湖协议构想里，美国利用自身债务发行权，要求他持有的美债转为100年期不可交易的长债，这等于让盟友把钱借给美国100年，不用还本，期间利息可能还低到可以忽略。对美国来说当然极为有利，既限制了别国抛售美债可能对美元造成的冲击，又降低美国长债和利息负担，几乎像是变相减免债务。至于盟友，则是抱着不能说不的苦果，谁让自家安全仰赖于老大哥呢？波扎尔把这形容为在美国的安全区域外设置铁丝网，不接受条件者就别想进入安全与贸易的俱乐部。再者，从美国自身经济利益看，推动货币战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美国的2大问题：产业流失与巨额债务。如前所述，美元长期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带来汇率高估的副作用，使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受损，制造业就业流失。川普及其经济幕僚，例如米兰，深以为忧，认为必须让美元适度走弱，才能重振美国制造。关税战是一步，货币战则是更进一步，直接调降美元在国际市场的价值，透过逼盟友升值，美金对主要货币相对贬值，美国产品在全球就相对便宜，出口自然水涨船高，这跟广场协议的目的如出一辙。而在债务方面，经过多年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美国国债规模高筑，利息支出沉重，让盟友买单100年期国债，等于替美国压。这招可说是广场协议没有的创新。不过，美国的盘算虽妙，也面临现实制约。首先，各国未必愿意配合。当年广场协议能成功，有赖于日德法英与美国的协调意愿，而如今国际关系更复杂，经济体系更互相依存，美国强行单边要求，盟友可能心生反感，甚至阳奉阴违。此外，让美元走弱也有风险，美元贬值过快，可能动摇其储备货币地位，诱使投资人寻找其他替代资产。如果处理不慎，美国靠强权手段重整秩序，反而可能加速去美元化的潮流。例如，更多国家改用人民币、欧元结算，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这对美国长远利益反而不利。总之，所谓海湖庄园协议真要登场，也绝非易事。正如有评论指出的，美国想复制1985年的辉煌并不简单，因为时移世易，协调各方利益比以往更具挑战。谈了这么多，台湾在这盘棋局中处于什么位置呢？遗憾地说，台湾恐怕是相对脆弱的一方，原因有好几点。其一，汇率操纵嫌疑。台湾央行长期以来的作为，被国际上认为有阻升不阻贬的倾向。也就是说，当新台币贬值时，央行通常乐观其成，因为有利出口；但当新台币升值较快时，央行往往透过调节进场干预，不让它升太快。这种做法其实相当普遍，许多出口导向国家都会这样维持汇率稳定。然而，美国财政部对此颇有微词，设立了一套标准来判定贸易伙伴是否有操纵汇率嫌疑，其中就包括长期单边干预、对美贸易顺差过大等。台湾近年来因对美顺差可观，经常账盈余高，加上确实有央行调节汇市的记录，多次被列入美国的汇率操纵观察名单。虽然尚未被正式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但已亮起黄灯。如果未来美台进行经贸谈判，这会成为美方手中的一张牌，他们可以指责台湾压低货币，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要求纠正，而台湾要自清也不容易，因为确实长期维持庞大顺差，这种不利谈判的位置，让台湾在汇率议题上缺乏谈判筹码。其二，对美安全依赖。台湾在地缘政治上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毋庸置疑，无论是军售、情报合作还是外交声援，美国都是台湾安全的后盾。也正因此，当美国提出某些要求时，台湾很难直接拒绝，特别是涉及美方关切的重大议题，
如果华府真的以海湖协议方式提出某种汇率调整或购买特定美国金融产品，如超长期国债的要求，台湾政府恐怕很难强硬说不。毕竟，万一惹恼了主要盟友，可能影响的层面不仅是经贸，还关乎国家安全生存。这非对称的依赖关系使台湾在谈判桌上处于被动。有人形容台湾在美国眼中是个梦幻客户，因为我们既依赖美国市场，又需要美国安全保证。正因如此，台湾未来若被迫加入某种货币协议，谈判时能争取的空间可能相当有限。其三，经济结构问题。台湾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极高，出口占 GDP 比重多年来居高不下，特别是对少数市场和少数产业的集中依赖，让我们抗风险能力较弱。例如，对美、中两大市场出口合计占台湾总出口将近40%，电子资讯产业又占出口超过一半。一旦汇率剧烈变动，对这些支柱产业的冲击不容小觑。此外，台湾不少产业链环环相扣，在国际 Division of Labor 中，供应链难以一息转向内销。如果出口没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可立即填补缺口，日本当年广场协议后尚且可以大力刺激内需，因为日本市场腹地大，民众消费能力强，而台湾市场小，人口少，要在短期内消化过剩产能并不现实。因此，台湾在面对国际汇率压力时，经济上显得格外脆弱，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引发失业潮或经济下滑。其次，谈判经验与国际支援不足。像广场协议这样的多边经济谈判，日本有强大的团队和盟国欧洲共同体相互声援，而台湾处境特殊，既非国际承认的主权国家，在重大谈判场合也往往没有直接席位。即便未来真有海湖庄园协议这种场合，台湾多半也是背后与美单独协商，而非能和其他几强并肩坐上谈判桌。这意味着台湾无法联合其他国一起讲价，只能单独面对美方压力。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决策压力，台湾决策者在这类议题上经验较少，容易陷入被牵着走的困境。如果谈判时美方丢出一份措辞强硬的清单，例如要求台湾未来 X 年将新台币升值多少，购买多少额度的美债，台湾是照单全收还是设法讨价还价，每一步都有风险。答应了，经济可能受创；不答应，又怕影响台美关系。这种难局面正是台湾可能面临的风险考验。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台币暴升、海湖庄园协议等传闻，其实折射出当前美元霸权与全球经济秩序重整的大背景。在美国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的驱动下，传统的游戏规则可能被改写。关税战之后，货币战呼之欲出，而经济手段和地缘政治筹码正被绑在一起运用。川普式的剧本告诉我们，美国希望打造一个对己方更有利的新秩序，盟友们出更多的钱，牺牲部分经济利益来换取美国的市场准入和安全保护。至于非盟友，则被隔离在高关税壁垒之外。这样的世界俨然有点回到过去帝国宗主与附庸的色彩，只不过手段上用了汇率、债券这些金融杠杆。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小经济体而言，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在这波博弈中守住自身利益。日本的经验提供了一面镜子，一味配合美国要求而不慎加剧自身结构问题，可能换来长期的痛苦。当然，完全对抗美国也不现实，关键在于寻求平衡与调试。例如，台湾可以思考的是，是否有方式提前因应美国的关切，减少被点名的机会。近年来，台美经贸互动中，台湾主动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能源，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缩小对美顺差，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同样地，在汇率政策上，台湾央行也许需要更透明公开，证明我们并非恶意压低汇率，只是维持金融稳定，在国际上争取理解，减轻汇率谈判时的压力。另外，各国也在探索降低对美元单一货币依赖的方案。近年来，从中俄以本币贸易结算，到一些国家增加黄金储备、发行数位货币，都是试图在美元霸权的棋局外另辟蹊径。如果美国真的挥舞关税和汇率大棒过猛，势必激发更多此类去美元化的动作。长远看，全球经济秩序可能走向更加多元平衡，而不再是单极美元独大的局面。
台湾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也应密切关注这些变化，在维持与美国良好关系的同时，适度拓展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分散风险，降低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总而言之，台币暴升13与海湖庄园协议，虽然目前听起来还带点传言与戏剧性的成分，但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未来可能发生的真实挑战。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经济政策没有免费午餐，利用汇率取得竞争力终究会被要求偿还。国际谈判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台湾处在大国角力的风口浪尖，更要审慎思考自己的定位与策略。在美元霸权重新洗牌、全球秩序重组的进程中，小国既不能天真的指望大国照顾，也不能消极坐以待毙，而要主动研拟对策。也许最后海湖庄园协议不会真正发生，但我们准备好了应对类似广场协议 2.0 的压力吗？这是一道值得台湾和各国决策者深思的考题，让历史的教训为我们敲响警钟，在变局中找出最明智的应对之道，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经济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